姑苏蓝氏的生物钟雷打不动，故而习惯了晚起的魏无羡极少先于蓝忘机醒来。这天破天荒的有了那么一次，其实那会儿距离他睡去也才刚过去1-2个时辰。他十分困倦的打了个哈欠，却没继续安分躺着了，撑着胳膊坐起来一点，转头看了看，果不其然发现身边的蓝忘机还在沉睡。于是魏无羡懒洋洋的翘着腿托起腮，眯着眼睛打量起蓝忘机尚在睡梦中的脸。最近日子过得太安逸，刚起时头脑里总还要迷糊上大半天，更何况是现在。魏无羡半醒不醒地盯着蓝忘机看，越看越觉得心里柔软的不行。蓝忘机的睡颜平静而安稳，合上了那双颜色浅淡的眸子，纤长的眼睫随着呼吸的频率微微颤动，像染了红尘的神仙。魏无羡心道：奇怪，分明记忆中的少年模样更为青涩，长大之后轮廓棱角愈发鲜明，怎的人反倒看起来柔和多了？想着，他伸出手在对方闭着的眼睛上撩了一把，睫毛扇子似的拂过他指尖，痒痒的。蓝忘机的眼睫动了动，人却没醒过来。魏无羡心思一动，凑过去小声喊他：蓝湛。蓝忘机没有应。魏无羡又轻轻推了推他的肩：蓝湛，别睡了。蓝忘机眉头微微皱了一下，没睁开眼睛，一条胳膊却从被子里伸出来，精准无比地揽住魏无羡的腰，一把捞进怀里，那力道不算小。魏无羡额头在他胸口撞了一下，笑嘻嘻地戳了戳他的被子，道：喂，蓝湛。蓝忘机依然不应他，这下魏无羡可奇了，蓝湛这究竟是醒了还是没醒？他现在睡觉竟是这么沉的吗？可当真是半点防备都没有啊！他唇角勾起一个不怀好意的弧度，尝试着正了正，缩着身子从蓝忘机胳膊底下钻了出去，悄无声息地爬进被子里。柔软的被子被他顶起一座缓慢蠕动的小山丘，一直挪到床榻的另一头才停下。视野里一片黑暗，但这并不妨碍魏无羡准确无误的伸手，隔着裤子一把握住蓝忘机的下身。可能是因为昨晚刚做过的缘故，虽然是早晨的敏感时期，那里也并没有他想象的那般精神。魏无羡握在手里轻轻动了2下，又低下头在上面亲了一口。蓝忘机好像不易察觉地动了一下。魏无羡埋着头捣鼓了一小会儿，困意又渐渐涌上来。见蓝忘机仍然没什么反应，比如突然跳起来将他一把压倒，便失了兴趣，慢吞吞地从被子里拱了出来，爬到枕头边，脑袋缩进蓝忘机怀里，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，打了个哈欠，又闭上了眼睛。他很快重新睡了过去，没看到蓝忘机默默地睁开了眼睛。大概是因为昨晚睡得太迟，早上又来了那么一出，这4时都过去许久了。魏无羡仍蒙着被子呼呼大睡。蓝忘机早已穿戴整齐，门生送来沐浴的水就放在一边，也有些凉了，他却迟迟没有动作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榻上熟睡的人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半晌，他终于下定决心一般站起身走向榻边，轻轻在魏无羡背上推了2下，道：魏婴，起来了。许是太困，魏无羡没像以往那样捉过他的手轻一轻，而是甩了甩胳膊，小声嘟囔着翻了个身。蓝忘机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，在榻边坐下来，伸出手抚上魏无羡的脸颊。魏无羡闭着眼睛，全凭直觉地蹭了蹭他的手心。他嘴唇微张，露出一点洁白的牙齿和鲜红的舌尖，在睡梦中无意识地咂了咂嘴。蓝忘机稍稍抬起他的脸，缓缓弯下腰去，温柔地吻住了那双唇。那本是一个蜻蜓点水的吻，魏无羡却好像在睡梦中有所感知，十分顺从地张开了嘴。蓝忘机目光一沉，顺势将舌头探进他口中，勾起他的舌尖缠绵，口弦沿着嘴角淌下来。魏无羡没多久便因为呼吸不畅嗯了一声，眉头不自觉地拧起来。蓝忘机及时地放开了他的唇，却没停下手上的动作，把被子拉开一半，将早上才为他亲手穿上的里衣一点一点地又解了开来。魏无羡仍是没醒，皮肤裸露接触空气的感觉让他不由自主地蜷起腿往被子钻。蓝忘机动作轻柔，却不容抗拒地制止了他。魏无羡手指抓紧了身下的被褥，无意识地在梦境中挣扎起来。他感觉自己好像在一片黑暗中行走，脚下又轻又软，整个人像被拖在一朵柔软的云上。不知道从哪个地方传来细微的酸胀，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甜蜜感觉，从下身一路逆流到脑后。黑暗带来了未知的恐惧，叫他挣扎着想要醒来，
可困倦的眼皮却无论如何也抬不动。正着急发慌之时，细密的吻如雨点般落到他的身上，是熟悉的温柔，让人又逐渐安下心来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。蓝湛，从2024年8月起，本频道每月12日的短篇福利将放在冰箱中，输入免费试听的账号密码就可以听了。但影片只保留1个月，下个月12日就会换成新的影片，所以记得订阅本频道，才不会失去免费试听的机会哟。啊，免费试听的账号密码放在本影片留言处，频道简介中也有。大家都成年了，自己动手找吧。蓝湛，我们继续啊。魏婴，你别说了。后来魏无羡终于彻底醒了，雄赳赳气昂昂的去找蓝忘机兴师问罪了。蓝忘机抬头淡淡的看他一眼，道：是你先动的手。我做了什么？哈，我在那睡觉睡得正香呢。啊！魏无羡突然想起早上好像是有那么一出，不由得惊道：蓝湛，你是醒着的？蓝忘机低下头只看书，不答他。于是魏无羡不怀好意的贴了过去，胳膊勾着他的脖子，道：好啊，蓝湛，报复心越来越强了。行啊，你不怕以后我天天这样搞你？蓝忘机手上无声的翻过一页书。嘿，还不理我？好吧，算你厉害，你给我等着。我等着。然而最后并没有等来什么，劳累到3更天才睡下的某人，怎么可能那么早就醒来？倒是那之后，偶尔有那么1-2天，魏无羡又会在迷迷糊糊的时候被弄醒，在半梦半醒间挣扎抗议，自然抗议无果，被毫不留情的吃干抹净。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，小兵感谢您。